无论我们如何发电，它都会占用空间。煤炭发电需要矿山、燃煤工厂，并将热量转化为电能。核电需要油矿、提炼油的设施、反应堆和安全储存阀核燃料的地方。可再生能源需要风力涡轮机或太阳能电池板，所需空间大小取决于能源。假设你想用煤等化石燃料为一个10瓦灯泡供电，化石燃料每平方米可产生高达2000瓦的电力，所以信用卡大小的土地就可以为灯泡供电。要是用核电的话，可能只需手掌的大小区域即可。若使用太阳能，则至少需要0.3平方米的土地，大小是自助餐厅托盘的2倍。风力发电大约需要7平方米才能为灯泡供电，大约半个停车位的大小。当考虑为城市、国家和全球供电所需空间时，数量增加很快。当今世界使用的电力为3万亿瓦，用化石燃料为全球供电的话，至少需要大约1200平方公里的地方，大约是大巴哈马岛的面积。若用核能供电，至少需要几乎4倍的空间，即大约4000平方公里，比特拉华州的面积略小。使用太阳能则至少需要95000平方公里，大约与韩国面积相当。风力发电则需200万平方公里，大约是墨西哥的面积。针对不同的能源，其每平方米产生的电力不同，但这些数字让我们对所需空间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当然，在沙漠、热带雨林、城镇，甚至在海洋建设能源基础设施，其前景也完全不同。发电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决定了其占据空间的大小。以风力发电为例，风力涡轮机需要分散开，有时相距半公里，以免一台涡轮机的湍流降低其他涡轮机的效率。这样，风力发电所需的大部分土地仍可用于其他用途。但所需空间的基线量仍然很重要，因为城市和其他人口稠密地区电力需求很高，而且其附近空间通常很有限。在电力需求地按需发电，而非长距离存储或发送时，目前的电力基础设施效果最好。尽管如此，空间需求只是等式的一部分。截至2020年，我们2/3的电力来自化石燃料，每年我们向大气排放500多亿吨温室气体，其中约27%是发电产生的，加剧了气候变化及其危害。因此，尽管化石燃料对现有技术的需求最小，但我们不能继续依赖它们。成本是另一个考虑因素。核电站不排放温室气体，也不需要太多空间，但其建造成本远高于太阳能电池板或风力涡轮机，而且还要处理核废料。可再生能源几乎没有边际成本，和化石燃料发电厂不同，无需持续购买燃料来发电。但确实需要大量的风和阳光，某些地方比其他地方更易获得这些资源。在消除有害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没有哪个单一发电方式是为全球提供能源的最佳选择。在某些地方，核电可能是替代化石燃料的最佳选择。其他国家如美国拥有从可再生能源中获取大部分或全部电力的自然资源。全面而言，我们应该努力使我们的能源更好，让核电更安全，让可再生能源更容易储存和运输。我们拥有拯救世界的工具和知识，但下一步该怎么做？请访问 i.tai.com Earthschool， 了解你可以遵循的路线图，以及你可以采取的具体行动，以做出改变。